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G 卡230G1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这颗分油盘，它在2022年的8月25号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使用了1年多的时间到今年2023的年底，它又接回来了它是2次污染，应该就是油箱不干净把我们的分油盘又堵塞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故障检测，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它现在碰到的2次污染的状况是怎么样。OK。大哥，打开电池器，打开电源，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到底碰到什么样的情况。OK， 好，开始。因为在大哥的机台上面，这个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也就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它应该要在170ml左右。这个分油盘，理论上应该20年不应该堵塞。如果说油箱不污染的话，那它用了1年多，很明显就是因为油箱当时的没有。油箱的不干净，没有处理好，那导致又发生了2次污染堵塞了。这个现象是我们在整修老车的时候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油箱这个东西如果要让它保持干净要把里面脏的东西清出来，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来看到，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170ml，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数据都是大概在130第一缸130，第二缸135，第三缸130，第四缸130。那很明显，它又是带油道堵塞。每4缸出油量还是蛮平均的，但是总体数量都是不足。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正。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230G1，在4缸分油盘
在1年多以前，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它因为油箱2次污染，造成它分油盘又堵塞了。那我们在故障检测的时候发现，应该170ml 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它大概都落在130ml 左右。这是由于那个大油道有堵塞所造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测试，经过大哥再重新整修过之后，它的出油量的状况。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89239。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标准的出油量在大哥记载上面，1分钟全油门应该在170ml 左右因为油箱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尤其经过30年的车子其实大部分车子除了宾士车，在1990年代的宾士车以外，其他车几乎都报废了因为30年的车子会造成引擎不顺，都是因为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污染了。今天呢，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供油系统这分油盘把它再整修完成，让它恢复到标准的供油量。那这次就说它就应该要很健康的再跑个20年除了像这次，因为它是油箱2次污染又寄回给张大哥来处理那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5，第二缸175，第三缸180，第四缸17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5%以内。那原来它故障的时候是1分钟的出油量在130，现在我们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们希望这个车主在这个油箱这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免再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编号89239，从香港来的 G 卡230G 的4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是在测试这个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跟刚刚我们所做的1分钟的全油门这个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这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怠速要稳定，就是在模拟怠速小油门的出油量数值一定要漂亮。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做，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230G1 的4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89239。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200，第二缸200，第三缸205，第四缸208。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经过我们这次的测试，我们了解到油箱是个污染源。我们在整修老车的时候，油箱务必要处理干净，否则就会造成我们这样子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OK， 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